晴天的夜晚，繁星满天，一轮明月挂在天边。江瑶瑶刚走进包厢，就引来不少惊艳的目光。所谓美人，就是她哪怕披着破麻袋，不言不语，光是站在那里就会自动发光。9月的帝都，夜晚已经寒意沉沉。她穿着一条香槟色的吊带长裙，款式清凉简单，也没带任何的配饰，却耐不住那张脸诞生的太过精致和好看。一双微翘的桃花眼慵慵懒懒的扫了一圈，就像高贵的女王在巡视自己的领土。然后她抬脚朝目标走去，前方角落，她的男朋友谢景然搂着她的死对头薄云溪互相喂食。此刻的薄云溪正赖在男友怀里撒娇，人家想吃冰淇淋吗？今天真的好热哦。江瑶瑶在服务生那拿了一杯啤酒，下一秒一大杯带冰块的啤酒突然泼了过来。谢景然与薄云溪非常的错愕，薄云溪发出尖叫。谢景然还好，毕竟男人没什么造型，他就惨了，精心设计的韩式发型塌了，刘海粘在脑门，假睫毛全是水，妆容尽毁，整个人就像一只被淋湿的母鸡，狼狈不堪。江瑶瑶将杯子一丢，红唇翘起，笑得挑衅又嚣张。薄小姐现在还觉得热吗？谢景然擦着脸上的酒渍，整个人气抖冷。江瑶瑶，你发什么疯？你凭什么泼云溪？江瑶瑶精致明艳的眉梢挑起，她这么喜欢偷别人玩剩下的东西，我送她一杯免费啤酒，省得她再去偷了不好吗？云溪愤怒，你个被江家赶出门的废物，还不快松手！你说话别这么难听。谢景然脸色难看，我和云溪两情相悦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还死缠烂打，有意思吗？啪！他话都没有说完，脸上就被扇了一个巴掌。薄云溪急得上前，你凭什么打他？江瑶瑶抬手又是一个巴掌，啪！这次扇的是薄云溪，连续2个巴掌，响亮干脆，整个包厢都被镇住了。现场几乎都是京圈的阔少名媛，他们早就听闻这位江家大小姐天生反骨，离经叛道，很不好惹，却没想百闻不如一见，千里迢迢跑回来撕逼不说，居然还敢动手打人。他打的这2位，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帝都4公子，一个则是第一财阀的千金，够狂！薄云溪睁大眼睛，满脸不可置信，你竟然敢打我，我可是薄家大小姐。江瑶瑶笑得挑衅，大小姐怎么了？谁还不是呢？虽然被赶出来了，谢景然忙男友力十足的护着女友，有什么不满你冲我来。云溪她是无辜的。江瑶瑶被他这副绿茶男的口口误给气笑了，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还知道各自飞呢，你们2个搁这里演他妈的蓝色生死恋呢，快把自己给感动坏了吧。江瑶瑶，谢景然咬牙，这么多人看着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能不能分得体面一点？分的体面？你抱着玫瑰花傻叉一样，天天在宿舍楼下喊我名字的时候，怎么不说体面？你脑袋上长的那张猪嘴，只顾着舔它，都忘记还有说话功能了吧？你们2个狗男女搞多久了？你是不敢，还是不会张嘴跟我提分手？不提分手就爬他的床，是你太迫不及待，还是他太饥渴难耐？谢景然恼羞成怒，要不是你一直在海城不肯回来，我会跟别人好上吗？你尽到做女朋友责任了吗？你怎么不想自己的问题？我是有问题。江瑶瑶点头，正红色的口红让她有种复古冷艳感。我的问题就是我他妈太正常了，理解不了你这种傻逼男人的想法。你……谢景然忍不住了，想动手打他，谁知江瑶瑶丝毫不怵，甚至还往前一步，抬起下巴，精致的五官逼近，1.7米的身高加上高跟鞋让她气场全开，那双冷艳的桃花眼更是攻气十足。你打我试试。谢景然看着他，不知怎的，后背一寒，那只手就这么僵在空中。孬种！江瑶瑶冷笑，声音里满是高高在上的嘲弄与挖苦。既然如此，我祝你这个孬种和他婊子配狗，天长地久。说完转身和来时一样旁若无人的离开。半小时后，一家流淌着悠扬小提琴曲的清吧里，瑶瑶你太勇了吧，就这样单枪匹马去干那对狗男女了。段飞震惊，怎么不叫上我呀？宋袅袅拍桌，万一动起手来，你不怕吃亏啊？斑驳闪烁的灯光下，江瑶瑶翘着白皙的美腿坐在高脚椅上，理亏的是他们，我怕什么？话是这么说没错，但你一个小姑娘的，我打架输过吗？江瑶瑶骄傲地抬着小下巴。闺蜜团齐刷刷摇头，没有。江家大小姐从小就对天对地对空气，撕逼没输过，打架更是一把好手，可主要这是影响不好。对啊，薄云溪那小婊子啊，可不是省油的灯。今天你泼她一身，还打她一巴掌，小心她以后搞你。啪！江瑶瑶放下酒杯，她要是敢搞我，我就搞她哥。现场一阵安静。江瑶瑶看着闺蜜团，继续大放厥词，只要做了大哥的女人，有大哥的称月药，以后她还敢在我的面前蹦跶吗？她再不服气，不也得跪在我的面前，乖乖喊我大嫂，恭敬的给我敬茶吗？说完端起酒杯一口喝光，上厕所。等江瑶瑶摇曳生姿的离开，闺蜜团凑在一起，瑶瑶是不是醉了？肯定啊，不然能说出那种大逆不道的话。我记得她以前喜欢过薄云溪的大哥吧？何止喜欢，当初瑶瑶天天喂他吃，喂他狂，为他哐哐撞大墙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侧后方的沙发区有人发出闷笑。清吧的音乐声比较低，加上他们的位置正好靠近吧台，所以那仨小姑娘的聊天尽数听劲里。可以啊，喝个酒都能遇到爱慕者。他敲敲桌面，挤眉弄眼，
说说什么感受？被点到的男人五官俊美，神情温和，骨节分明的手指正握着酒杯送到唇边浅酌，却没有接话。这姑娘长得真不错，身材也好，这种极品你都不动心？从他们的角度，恰好能看到江瑶瑶的侧颜纱。刚才她傲娇的坐在那里，裙摆开叉，两条美腿就那样大喇喇暴露在灯光下，乌发红唇，黛眉琼鼻，皮肤还雪白细腻，一颦一笑都撩人勾魂。周遭那些男顾客们都不知道偷瞄多少次了。爱你干嘛去？老陈还没来呢，你不能走。男人突然起身往外走去，他头也不回，嗓音温沉，去抽根烟。江瑶瑶觉得自己好像喝多了，头有点晕。虽说和谢景然只谈了半年的异地恋，但这种被绿的滋味很不好受。尤其小三还是她多年的死对头，以前就爱跟她作对，这次勾引她男朋友不说，还发那些辣眼睛的床照挑衅她，一个气不过，她就飞过来算账了。洗完手，江瑶瑶拉开房门往外走，迎面走廊上有个男人站在那里点烟。他穿着简单的白衬衫和黑西装裤，扣子解开2颗，领带也松了半截，肩膀很宽，腿很长，握着打火机的手指修长而又雅致。因为低着头，江瑶瑶看不清他的五官，但光是这样站着，都有种颠倒众生的贵公子姿态，清俊而洒然，漫不经心，却又格外的勾人心。可不知怎地，江瑶瑶没忍住多瞄了2眼，总觉得有点像他曾经喜欢的那个人。记忆里的他就是这样，英俊金贵，优雅从内而发，存在感极强，让人看了就忍不住脸红心跳。男人抬起头，薄唇吸了一口烟，修长手指再将香烟拿开。江瑶瑶晕晕沉沉走了过去，突然绊了一脚，这声音真的是他，他怎么在这儿？谢谢。柏景兰抓住他的手，他半眯着霞眸，轻吐薄烟，声音低磁又撩人。听说你要搞我。江瑶瑶瞬间酒全醒了。卧槽，柏景兰，他怎么在这？还刚好听到他说的那些话。江瑶瑶就这样怔愣在原地，直勾勾看着男人俊美儒雅的脸，脑海里疯狂刷着弹幕。当男人薄唇的弧度轻轻上扬，江瑶瑶感觉心口突然掀起狂风巨浪，心跳的巨快，呼吸也变得急乱和无措，浑身上下的血液更像疯了一般往上汹涌。她不用照镜子都知道自己的脸有多红，人有多呆，好想原地消失。但最终江瑶瑶还是坚强的发出声音，我。她晕晕乎乎，终于一鼓作气的喊道，我开玩笑的。说完转身撒腿就跑。柏景兰，他侧过脸，眯眼看着女人落荒而逃的身影，勾了勾嘴角，似笑非笑。果然迟到的程润之来了，某个落荒而逃的小姑娘自然也被他带过来了。此时正坐在舅舅身边，低着脑袋，双手压着裙摆放在膝盖上，别提多乖巧了，哪里还有先前扬言要搞他的嚣张模样。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，我外甥女江瑶瑶，我刚好碰到就带过来了。真是塑料姐妹花，我舅舅是法医又不是鬼，竟然被吓跑，丢下我一个人。瑶瑶，我们俩还有事再见了，给我回来啊。景兰说起来，你以前教过他呢，还记得吗？瑶瑶装作不在意的偷听着。柏景兰淡淡嘴角上扬的微笑，瑶瑶立刻坐得挺直。记得，刚才我们已经见过面了，记得就好，以后可以多帮忙关照一下，他总不让人省心。程润之说着，程润之正在问话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江瑶瑶声如细纹，昨晚。怎么不让我去接机？身为长辈，程润之架子摆得很足。二姐放心，让你自己回来。江瑶瑶舔舔唇瓣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你跟谢景然的事情我刚听说了。程润之开始说教，当初我就说过，你们两人性格不合适，谢景然从小娇生惯养，优柔寡断，你那性子也受不了半点约束，他想不住你，你也不会服他，何况他母亲强势独断，就算你们结了婚，你肯定很快就闹离婚。江瑶瑶，我谢谢你啊，面上却还是乖巧文静，任凭教诲。最后还是徐峰来打圆场。行了，小姑娘失恋已经够难受了，你这做长辈的还拼命在她伤口上撒盐，老程你积点德吧。程润之板着冷脸，总算住口。徐峰来转过头看他，你不是有份材料卡着没过关吗？不让老程问问？这是我问过。程润之喝了口酒，爸退位了，恐怕帮不上忙。角落里，江瑶瑶根本没在听他们聊什么，因为从柏景兰入座后，她就心虚的不行。终于鼓起勇气，偷偷抬眼，面前的男人姿态随意的坐在沙发上，一只手臂搭着沙发背，另一只手握着酒杯，嘴角噙着3分笑意。说话的时候，性感凸起的喉结缓缓滚动，明明没有过多的表情或动作，却自有一股子清风霁月般的娇矜，像是有所意识。柏景兰突然朝他看来，江瑶瑶忙低下视线，为掩饰自己，还随手拿起面前的酒杯开始喝，太害羞了，一直猛喝。几分钟后，江瑶瑶靠在沙发上，闭着眼睛，小脸通红，像是喝醉了。瑶瑶，程润之连喊几声，他毫无反应。程润之点头，刚起身，手机突然响了，他迅速接完电话便说道，有个突发案件，要马上赶去场，景兰，帮我送瑶瑶回家。徐峰来叫，怎么不让我送？你，程润之冷嗤，我不放心。我怎么让你不放心了？徐峰来不服气，她是你外甥女，在我眼里就是个孩子。再说，我心里只有阿武，不管他怎么抗议，程润之坚决不把外甥女交给一个前科累累的花花公子。但柏景兰不同，她向来洁身自好，
不谈恋爱不聊骚，对女人没兴趣不说，以前还是邻居，给瑶瑶当过半年的家教老师，靠谱得很。程润之离开后，徐峰来不放心，你怎么送他？喝醉了得抱着，你抱过女人吗？不行背着也行，要不我给你示范一下。下一秒，薄景兰拿着衣服走了过去，她弯下月腰，将黑色西服裹在她的身上，臂穿过她的背后，另一只手则托起她的腿弯，就这样把小姑娘抱了起来。江瑶瑶顺势贴在她的怀里，睡着的脸蛋精致清艳，呼吸平稳。徐峰来，小伙子这公主抱挺熟练啊。酒吧外面，一辆黑色的宾利木上停靠在路边，司机拉开后车门，一双眼忍不住朝男人的怀里瞄。在保总手下这么多年，这是第一次看到他抱女人，果然很漂亮，即便闭着眼睛也能看出这姑娘的长相属于极美极艳的那一种。原来薄总平日里不是不近女色，而是眼光太高太挑剔。开你的车。薄景兰淡淡几个字，吓得他忙转身，一路小跑坐上驾驶座。等车开出去后，去江家别墅。一听到这话，原本睡得不省人事的江瑶瑶突然开始抗议，不要，我不要去江家。薄景兰低头，小姑娘今晚喝了不少的酒，脸颊又红又烫，眼角眉梢也染了一抹红晕，看人的时候水汪汪的，潋滟着风情。薄景兰道，你舅舅让我送你回家。不要。江瑶瑶撒着酒疯，我不去江家。我不去。因为挣扎，外套被扯开，露出白皙鲜嫩的肩颈。薄景兰不得不伸手将衣服拉过来重新盖好。那就去程家。不要。谁知江瑶瑶还要拒绝。我喝酒了，外公一定会骂我的。我不去。密封的车厢内，薄景兰帮他拉着衣服，语气依然温和。那你说想去哪里？江瑶瑶停止挣扎，皱着精致的小脸开始思考。江瑶瑶嘟囔半天，终于说话，我要去酒店。司机双手一紧，卧槽，这进展未免也太快了吧。后座的薄景兰也顿了好一会，嗓音低低的问他，你确定？江瑶瑶眨眨眼睛，心思开始游离。他们两人现在靠得好近哦，那张仿佛被上天精细雕琢过的俊美脸庞，一如既往的温雅清俊。江瑶瑶哼的一声，闭上眼睛，不去看那张依然会让她着迷的脸，然后她就睡着了。走去酒店，江瑶瑶梦到以前那天在江家被江明阳欺负，她哭着跑去找他，景兰，哥哥又欺负我，好疼啊。当时她嗤了一声冷笑，不带任何的情绪，你被他打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她哭着说，因为我喜欢你。结果他呢？我不喜欢你，你不喜欢我。呸，我现在还不喜欢你了呢。瑶瑶是做噩梦了吗？薄景兰，他怎么会在我身边呢？果然我还是在做梦吧。江瑶瑶睁开眼睛，有些迷糊的问，这里是哪里啊？小姑娘天生嗓音细软，加上喝醉了，说话更是娇滴滴的，拖着尾音，就像在撒娇。薄景兰说，酒店。江瑶瑶立刻虎着小脸瞪他，你带我来酒店干嘛？你想对我做什么？薄景兰低头望着他，你喝醉了。他站在床边，弯着身子，而他躺在床上，醉态娇媚，还穿着清凉的吊带裙，露出大片的雪白肌肤。可哪怕这样，男人依然坐怀不乱，表情更是温淡沉静，在灯光的投射下，有种不可撼动的禁欲感。江瑶瑶抿抿唇瓣，突然伸手勾住了他的脖颈，在男人沉邃的目光下，他抬起头，看着他薄瑞好看的嘴唇，慢慢靠近。瑶瑶，薄景兰偏冷的声音突然响起，像是在提醒。江瑶瑶的动作僵住了，细白的胳膊被他拉下来，男人的声音不冷不热，没有任何的波澜。不早了。薄景兰被他再次搂住的同时，人也被压着往后倒在了床上。江瑶瑶不知哪来的勇气，突然起身去拉他，你别走。可能是他冲过去的速度太快，或是力道太凶悍。薄景兰被他再次搂住的同时，人也被压着往后倒在了床上。隔着薄薄的布料，他的身子娇软又滚烫，与他紧密贴合。在梦里都不听话，坏蛋薄景兰，气氛突然就变得暧昧不明。江瑶瑶趴在他的身上，酒精让脑子本来就有些迟钝，此时更是晕晕乎乎，神志混乱。他听到男人低哑蛊惑的声音，瑶瑶还喜欢我吗？江瑶瑶几乎下意识的点头，薄景兰牵起嘴角，真的，当然是真的啊。江瑶瑶不耐烦的捧住他的俊脸，二话不说，口误上他的薄唇，后脑勺很快被男人的大手扣住，纤细的月曜枝也被圈住。他反客为主，强势又霸道。那你别后悔。翌日，江瑶瑶在一阵浑身酸疼中醒来。他是谁？他在哪？他被人揍了吗？睁开眼睛，他缓缓打量着房间内陌生的装饰，直到转头，一张俊美又熟悉的男人脸庞赫然映入视线。江瑶瑶吓了一跳，昨晚的记忆如走马观花，一一重现眼前。江瑶瑶猛地睁大眼睛，自从当年告白失败，她就看清事实，不再去纠缠这个心里根本没她的冷血男人。后来去了海城，她更是跟他彻底断了联系，两人已经整整3年没有见面，没想到一见面竟然就是上床。江瑶瑶脸蛋燥热，内心更是后悔不已。此刻她唯一的想法就是跑，赶紧跑。她小心翼翼地揭开被子下床，谁知哎呀，腿软跌倒，还撞到了床头柜，发出砰的一声。与此同时，一条胳膊从后面伸了过来，将她的身子圈住。江瑶瑶疼的眼泪都出来了。
薄锦兰将她重新抱回床上，嗓音带着刚醒来时的沙哑和性感。没事吧？江瑶瑶忙拉过被子裹住自己。男人好看的眉骨微微一耸，俊脸上浮起淡淡的笑意。撞哪里了？我看看。禽兽不要碰我！江瑶瑶疯狂挣扎，一双犹带泪花的桃花眼充满恐慌。流氓！变态！无耻！下流啊！薄锦兰，江瑶瑶骂够了，开始指责。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卑鄙小人，你趁人之危，你不要脸！薄锦兰挑眉，昨晚是你让我带你来酒店的。我说的酒店不是这里，我自己订了盛庭酒店，不是这家。江瑶瑶气到快爆炸。抱歉，薄锦兰缓声说道，因为你说要搞我，让我带你来酒店，然后还主动亲我，抱着我不让我走。你这是怪我了啊！江瑶瑶简直大开眼界，我那不是喝醉酒了吗？喝醉酒的女人都是不理智的，你干嘛不推开我呀？她发丝凌乱，眼角通红，被褥下露出半截雪白的脖颈，上面遍布暧昧的痕迹，搭配那张渲然若气，如雨后桃花般娇艳的脸蛋，明明很可怜，偏偏表情傲娇，姿态更是高高在上，让她想到十美行凶这4个字。薄锦兰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下，我也喝醉了，没忍住。江瑶瑶，承认了吧？承认自己米青虫上脑，禽兽不如了吧？他昨晚不过就是喝多了，失去了理智，想试探下他是不是真的和外表一样的清心寡欲。事实证明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表面上装的再君子，不还是他聊一下就破功了？倒霉的是他，第一次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没了。薄锦兰缓缓说着，如果你愿意的话。薄锦兰看着他，表情和声音都很温淡，就像在讨论今天的天气情况。我说，我们结婚。江瑶瑶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她抬起头，你说什么？我不要。江瑶瑶拒绝的更快，她像背书一样迅速说道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不过就是一夜情嘛，有必要这么认真吗？不是吧，不是吧，你都快30岁的老男人了，不会这么玩不开吧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难道第一次给了你就非你不嫁吗？拜托，大清早就亡了，哈哈。笑声结束，室内一阵诡异的安静。江瑶瑶低下头，裹紧被子，以至于没有看到男人眼底一闪而过的情绪。大约过了几秒钟后，薄锦兰低沉的声音响起，那好，我先去洗澡，等会送你回家。江瑶瑶没有说话，耳边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。男人很快下床，走进浴室，哗哗的水流声响起。江瑶瑶忙揭开被子，他要马上离开这个鬼地方，然后跟他恩断义绝，这辈子都不再见面。薄锦兰，你这个禽兽，居然把她的裙子撕坏了，这让她怎么离开？于是等薄锦兰洗完澡出来，就看到小姑娘依然维持原状坐在床上，被子裹得紧紧的，那双漂亮的桃花眼恶狠狠地瞪着她，整个人都是气呼呼的模样。刚才她从浴室出来，惊鸿一瞥，江瑶瑶却瞬间看到她结实完美的腹部肌肉线条，还有那性感清晰的马甲线，怪不得昨晚那么勇猛，看来平时有在健身。江瑶瑶，你清醒一点，不能被色欲冲昏头脑，你把我裙子撕坏了，我怎么穿？江瑶瑶努力不让视线往下，昨晚她醉得迷迷糊糊，根本什么都没看到。听完她的话，薄锦兰沉默片刻，先穿我的。她拉开旁边的实木衣柜门，里面是一整排的衬衫、西裤和西服。江瑶瑶都看傻眼了，你还说你不是故意的？这里是她在这家酒店的私人专属房间，这货分明就是早有预谋。薄锦兰不紧不慢地拿出衣服开始穿。你说要去酒店，我总不能带你去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，让你住这里会比较安全。江瑶瑶呸，安全个屁！以前怎么会觉得她清风霁月、芝兰玉树、君子如玉，神圣高洁到不可高攀，分明就是居心叵测的老色胚。她咬咬唇，突然改了主意，我要洗澡，我要一件新衣服，我还要一套洗护用品。全身都黏腻的难受，昨晚连妆都没卸，也不知道她怎么下得了嘴的。事已至此，裙子也被撕破了，她不可能真的穿她衣服出门。好，薄锦兰声音温和，你先洗澡，我让人去买。她走进浴室，当发现里面全都是男士专用洗护用品，显然她是第一个入住这里的女人。里面竟然有跌打损伤痛骨铁，没想到薄总表面如薄总您要的东西，里面竟然有跌打损伤痛骨铁，没想到薄总表面儒雅斯文，私下居然如此野蛮激烈禽兽啊！你去楼下等着。好的，薄总。锦兰，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，薄锦兰微微一怔，她提着法医专用的工具箱，穿着深灰色风衣，搭配里面的一身黑，整个人风尘仆仆。她身边还跟着一个相貌打扮都很温婉的女人，像是你怎么没回家？程润之问。薄锦兰收回视线，语气平静，昨晚没来得及。程润之点头，似乎也没多想，他看向女人，声音难得温和，淘淘你先回房间，我在锦兰这冲的澡，等会回局里开会。好，嫂子再见。虽然离婚了，但还是可以叫嫂子吧。女人离开后，程润之提着工具箱就想进屋，却被薄锦兰拦住。你没怎么了？薄锦兰抿着薄唇，现在不太方便。程润之这才看到他手里提着2个大购物袋，里面装的似乎都是女人用的东西，都是成年人，自然秒懂。只是没想到薄锦兰平日里的不近女色居然都是装出来的。那我就行，不打扰了。程润之转身，突然又停下。对了，瑶瑶呢？昨晚你给她送哪儿了？薄锦兰停顿了会，然后回答，酒店。不是让她回家吗？
怎么住酒店去了？这丫头，程润之立刻掏出手机，直接给江瑶瑶打电话，电话拨出，然后一阵隐隐约约的手机铃声从房间里传了出来。薄锦兰没接，估计还在睡。程润之挂断电话，薄锦兰说再见。谁知就在这时，后面却传来脚步声，紧跟着江瑶吓死我了，我舅舅刚刚给我打电话。较腻却愤怒的嗓音响起，薄锦兰你居然把我的月胸罩也撕坏了。他冲出房间，看到外面房门大敞，两个男人站在门口，一个是薄锦兰这个衣冠禽兽，另一个则是江瑶瑶，吓得魂飞魄散，转身想跑，一声厉喝惊天动地，站住！还有比现在更尴尬的事儿吗？陆水晴被长辈撞见已经够尴尬了，更社死的是陆水对象还是长辈的朋友。程润之眯着眼，通宵工作让他的五官略显憔悴，整个人都有种阴冷肃杀的感觉。你们怎么解释？他将手机往桌上一丢，啪的一声，吓得江瑶瑶身子一抖。我和瑶瑶结婚。薄锦兰这话一出，江瑶瑶又是身子一抖。程润之面凉生冷，你想负责任？不是。薄锦兰语调温和，其实我和瑶瑶一直在谈恋爱。程润之显然不信。那谢景然是怎么回事？薄锦兰不紧不慢，他答应谢景然的追求是为了故意刺激我。江瑶瑶再次。程润之冷笑，瑶瑶3年前就去了海城，你们怎么谈的恋爱？薄锦兰始终从容不迫，视频、电话或者微信，为什么要隐瞒？程润之步步紧逼。这一次薄锦兰停顿了下，然后回答这是瑶瑶的主意。江瑶瑶这货现在是把锅丢给他了。程润之看向他，语气冷厉，你哑巴了？江瑶瑶眨巴眼，开始照葫芦画瓢，是我的主意。因为其实早在3年前他就追我了，但我当时才17岁，还没成年呢，怎么可能早恋？再说他比我大9岁，在我眼里就是一个怪叔叔。我这样的花季美少女怎么可能喜欢他这种灯枯油尽的老男人呢？结果他死缠烂打，对我穷追不舍，还送各种名牌包包，瓦解我的意志。你知道的，烈女怕缠郎嘛，所以高考结束我们就在一起了。不告诉你们也是觉得他太老了，怕你们不同意。来啊，互相伤害啊！薄锦兰，程润之半信半疑，是这样吗？他怎么没看出来薄锦兰是这种死缠烂打的男人？高考那年，他受老爷子所托，掌管江瑶瑶的学业，但当时他个人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故，于是拜托住隔壁的薄锦兰给他做家教老师。现在看来，这个臭小子当家教是假，真正目的是追他外甥女，怪不得当时答应的那么爽快。程润之再次感叹自己看走了眼，所托非人。江瑶瑶则是低头不敢看向某人，好半天才听到男人低低的嗯了一声。程润之也是生平第一次处理小贝的感情问题，他眉头紧皱，看了看腕表，我得先回局里开会，你们的事情回头再说。江瑶瑶如释重负，舅舅再见。舅舅慢走不送啊。啊，危机解除。程润之离开后，薄锦兰将2个购物袋递过去，江瑶瑶开始检查，一个袋子装的是某大牌全套洗护用品，另一个袋子则装着一条粉色连衣裙，包括内衣，一应俱全。偷偷看了下尺寸，卧槽，居然刚刚好！到底是多有经验才会这么精准的知道它的尺寸？江瑶瑶立刻抬起头瞪他。薄锦兰挑眉，不喜欢，这裙子也太丑了吧！还有这护肤品，江瑶瑶嫌弃的不行，这套适合的是年过30的女性，我今年才20岁。这些都是助理买的。薄锦兰看着他娇气白嫩的脸蛋，下次我亲自给你买。他声音温淡，脸上也没什么表情，但不知怎的，后面的这一句话居然莫名让他觉得自己好像被撩了。江瑶瑶使劲瞪他，都怪你，为什么要把我的衣服撕坏？你是不是心理变态？薄锦兰拆着外卖袋，手指修长，眉眼干净，你衣服太难解了，那件衣服确实穿也好难穿，这就是你撕我衣服的理由。你干脆直接说你性急算了。短短不到1天的时间，他发现自己对他的认知不断刷新，简直比之前那几年累积的都要多。薄锦兰从外卖袋里拿出几个药盒，看了看，拆开其中一盒，递到他面前。江瑶瑶小脸防备，这又是什么？薄锦兰温声说道，刚才你撞到腿，还有你身上那些。看来你挺有经验啊。江瑶瑶呵呵，以前没少给别的女人买吧。渣男。说完转身走进卧室，啪一声关上门。薄锦兰，这丫头。江瑶瑶很快吹干头发，换好衣服出来，冷艳着一张没有化妆的清艳脸蛋，她挺直脊背，只拿着手机，就这样目不斜视往外走去。薄锦兰起身，我送你。不用，我自己打车。她说完又是啪的一声将门关上。奢靡华贵的走廊上，江瑶瑶龇牙咧嘴的弯月腰，揉着酸痛的双腿。没想到平日温文尔雅的薄锦兰私下如此的禽兽，简直就是斯文败类。算了，已经过去的事还提他干什么？不讲了。出租车，砰！果然还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富婆深夜果聊群，江瑶瑶，宝宝们，我回海城了。宋袅袅，这么快？段飞，昨晚后来怎么样了？江瑶瑶，你还好意思提昨晚？段飞，嗨。宋袅袅，你舅舅实在太可怕了。江瑶瑶当然不会怪他们，毕竟程润之板起脸来，连他都犯怵。想了想，
他开始打字，我昨晚把博景兰睡了，一旦惊起千层浪。段飞，宋淼淼，卧槽，你真的搞到他了。段飞，睡到男神的感觉如何？宋淼淼，博景兰脸那么帅，身材肯定很棒吧？段飞，他这样的优质极品男，那方面肯定很厉害。瑶瑶你真的赚到了。江瑶瑶，博景兰他根本就不行。段飞，宋淼淼，什么意思啊？江瑶瑶拼命打字，意思就是他像小朋友，懂？这两人都是他的高中同学，虽然他这几年离开帝都，但三人关系一直很好。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很八卦，只要把这些话往外面一传。江瑶瑶邪恶的笑了。抵达盛庭酒店，江瑶瑶回到房间，收拾行李准备跑路。门铃突然响了，我这也没叫客房服务啊，我都快走了，还来什么？开门去发现博云熙站在外面。你果然在这里。博云熙穿着高定，提着名牌包，从头高脚都精致贵气，堂堂江家大小姐，回帝都后却有家不能回，只能住在酒店，真是笑死人了。江瑶瑶懒得废话，有事吗？没事，快滚，别耽误本仙女赶飞机。臭婊子！博云熙走进房间，昨晚羞辱我一顿，以为就这样算了？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这话昨晚被我打的时候怎么不说？江瑶瑶嘲讽，看来你挺喜欢谢景然呀，在他面前装柔弱小白花呢。生气了？博云熙表里表气，你再生气也没用，景然现在是我男朋友，至于你，他笑得得意，自己看不住男人，就别怪他移情别恋呀。你再闹，只会显得你没我有魅力，你输不起。你说的对。江瑶瑶也笑，如果女人的魅力就是比谁更骚的话，我确实比不上你。你多骚啊，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骚气，走多远都能闻见。你不去公园跟那些野狗交配，简直太浪费了。论对人，他从来没输过。博云熙的五官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扭曲起来，臭婊子敢骂我！他抬手打江瑶瑶，谁知江瑶瑶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同时抬起右手甩了一巴掌回去。啪！动作又快又狠，完全没有收力。博云熙整张脸被打得歪了过去。昨晚他就被江瑶瑶打了一巴掌，现在还打在同样的位置。屈辱和愤怒让他失去理智，张牙舞爪的抡着包朝江瑶瑶砸，却被江瑶瑶再次控住。他手腕细白，看似柔弱无骨，却瞬间让博云熙无法动弹。突然一个用力，啊！博云熙整个人飞了出去，高跟鞋一崴，人倒下去的时候，脑袋重重的砸在墙上，发出咚的一声。博云熙披头散发，左半边脸还有鲜红的巴掌印，正指着江瑶瑶骂：臭婊子，你今天死定了！我要报警！我要把你送进去坐牢！跟他的狼狈相比，江瑶瑶翘着细白的长腿坐在沙发上，姿态惬意，笑容散漫。哪怕没化妆，头发也有些乱，但那张脸精致明艳，语气更是狂傲无比。报啊，赶紧报！正好把你当小三勾引我男朋友的照片都爆出去，看薄家长辈们怎么说你！博云熙恶狠狠地回瞪他们，然后拿出手机开始告状。妈，你要给我做主啊！我被人打了，我都受伤流血了，呜呜！你赶紧带人过来！江瑶瑶扑哧一声，你是小学鸡吗？打不过就喊家长，你等着吃牢饭吧！这次不把你送进去，我就不姓薄。博云熙放狠话。好啊！江瑶瑶起身，也开始打电话。舅舅，你安排个律师来盛庭酒店吧。程润之莫名其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。江瑶瑶语气轻松，就是我被狗给咬了，没想到狗主人还挺拽的，我需要律师来处理一下。听到这话的博云熙脸都绿了。程润之问，怎么不叫你男朋友处理？江瑶瑶一愣，还好很快反应过来，他上班呢，我不想打扰他工作。再说了，被狗咬多丢人啊，我不要面子的嘛，所以还是让律师来吧。程润之挂断电话。江瑶瑶笑容艳艳，好了，现在我也告状了，等会就比谁的后台更硬吧。说完在桌前坐下，拿出化妆包和小镜子，开始化妆。大约过了快半个小时，江瑶瑶妆化好了，走廊上也传来动静。博云熙哭唧唧的冲过去，妈，优雅温婉的博家三夫人被女儿的样子吓坏了。天哪，云熙，你怎么伤成这样？江瑶瑶她打我。博云熙开始告状，你看我的脸，还有我的脖子都流血了，我脚崴了，头也特别疼，我被他撞出脑震荡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三夫人心疼又气愤。景兰，你看这是怎么处理？博云熙这才看到他身侧的男人。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江瑶瑶一愣，博景兰这人怎么这么阴魂不散啊？小李，叫酒店经理他们进来。卧槽，这不是昨晚跟博总开房的小姑娘吗？现在什么情况？未来薄太太跟小姑子杠上了。这边三夫人解释道，我在楼下刚好遇到景兰，所以就一起过来了。博云熙点头，心里开心的不行，真没想到妈居然会把大哥叫来给他撑腰。很快酒店经理也闻讯赶来，谁来说说是怎么回事？第一财阀大驾光临，这个千载难逢拍马屁的机会怎能错过？经理点头，他看向房内众人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还不快点向薄先生解释清楚！一个女服务员鼓起勇气，刚才我在隔壁打扫卫生，听到声音进来，就看到薄小姐被这位姑娘压在地上，其他人忙补充，薄小姐脸上的伤都是她打的，这姑娘下手太狠了，简直往死里打呀！地上这些全都是她弄坏的，简直太过分了！大哥，你都听到了吧？有这么多人作证，博云熙底气很足，我就是路过，想跟他说几句话，
谁知他不但骂我，还动手打我。你看我的脸，还有头，我脖子上这些全都是他抓的。要不是有人听到声音进来救我，今天我非被他打死不可。江瑶瑶从沙发站了起来，精致的全妆让她的五官立体明艳，穿着高跟鞋更显得气势凌人，红唇勾起，她笑得骄纵又张扬。酒店里路过的人这么多，我为什么不打别人，偏偏就打你？难道因为你长得比我漂亮？这种蠢话，你觉得他们会相信吗？他说的是有点道理。薄云溪被羞辱得快哭了，妈，你看他把我打成这样，还在这里装无辜，我可没你装。江瑶瑶沈笑，刚才一口一个臭婊子骂我，现在就变成无辜受害者，你是什么牌子的垃圾袋？这么能装，你怎么不去装屎？妈，他又骂我。薄云溪这次是真哭了，三夫人脸上也是一阵青白交替，毕竟是豪门夫人，比女儿沉得住气。她姿态优雅，江小姐，大家都是文明人，能不能有话好好说？好啊。江瑶瑶踩着高跟鞋往前，桃花眼清扫经理月胸前的工牌，请问王经理，盛庭酒店是否有项规定，酒店客人在入住期间，未经本人的允许，闲杂人等一律不可擅自进入房间？这当然。王经理点头，我们是很正规的酒店，薄小姐未经我的允许就闯进来骂我，我是否可保留追究她擅闯私人房间的法律责任？江瑶瑶声音散漫，却带着几分不容置疑的冷意。王经理傻眼了，再说打人。江瑶瑶继续，薄小姐一口一句，我先骂你，然后再打你，那就请你拿出真凭实据，人证物证皆可，只凭你一面之词在这搅动风云，你当大家全都是傻叉吗？你随口说几句就相信，真当我身上没证据吗？说完，将裙摆往上一拉，那条又白又细的完美右腿上，膝盖一大片的淤痕已经呈紫黑色，看着就触目惊心。薄云溪结巴，你明明是你打我，我承认你现在这副鬼样子的确是我的杰作，但先骂人的是你，先动手的也是你，而我只是正当防卫。江瑶瑶倨傲的抬着下巴，红唇轻启，我们两人都受了伤，但你打不过我就找家长，还反咬一口是我先动的手，这种3岁小孩子的伎俩，你觉得哪个傻叉会相信你？这丫头伶牙俐齿的，根本都不需要我出手了。至于薄小姐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？江瑶瑶微微一笑，晃了晃手里的手机，大家如果感兴趣，我这里有几张照片，里面全都是她和我男朋友，不对，现在应该是前男友的床照，尺度很大，很刺激哦。薄云溪脸色骤变，竟直接冲过去抢过手机，往地上砸，哐当的一声，手机屏幕瞬间碎裂成雪花，房间内一阵死寂。等薄云溪反应过来，就看到江瑶瑶脸上得意的笑容，可为时已晚，摔手机直接表明她在心虚。李静低沉从容的嗓音响起，薄景兰不疾不徐地吩咐下属做事，你处理一下现场。好的，薄总。李静秒懂，忙开始张罗，各位麻烦都跟我出来一下。三审。薄景兰缓缓说道，薄家和江家2位千金因为一个男人大打出手，传出去终归不太好听，所以我建议这是私了，也省得长辈们担心。三审你意下如何？三夫人忙点头答应，可刚才那么多人。三审放心。薄景兰勾着唇角，李静正在外面善后，今天的事情一个字都不会被宣扬出去。三夫人看着他，终于放心。景兰，今天多亏了你，不然我真是……都是一家人，三婶不用客气。薄景兰态度谦和，温雅俊美的脸上始终挂着一层薄笑。江小姐，三夫人神色复杂，云溪谈恋爱的事情我也是刚刚才知道，你放心，这事我会妥善处理，回头给你一个交代。夫人大可不必。江瑶瑶却不买账，反正谢景然我也玩腻了，既然薄小姐喜欢，我就让给她玩好了。江瑶瑶再添一把火，谢景然那种垃圾能被薄小姐看上，也算是为民除害，这么天打雷劈的一对多般配啊！薄夫人千万不要棒打鸳鸯做坏人哦。江瑶瑶你，云溪。三夫人一声冷喝，薄云溪只能再次闭嘴。多谢江小姐提醒，三夫人努力维持优雅。景兰，我先带云溪去医院看伤，后面的事情就拜托你了。房门一关，江瑶瑶傲娇的开口，薄先生打算怎么收买我呀？男人单手抄进西装裤兜，勾着薄唇，似笑非笑，收买？手机坏了，里面的卡可没坏。江瑶瑶说着，伸出一只手，但是如果你给的封口费够多，我可以考虑把照片都删掉。薄景兰目光往下，落在她白嫩细致的手心，她没有说话，薄唇边始终勾着3分的浅弧。江瑶瑶心口一悸，猛地把手收了回来，总觉得他那样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手，像是在想什么坏事。昨晚你就是用这只手拉着我，不让我走。闭嘴！江瑶瑶瞪他。薄景兰忍俊不禁，发出一阵低低的笑声。江瑶瑶又羞又气，薄景兰你在笑？薄景兰挑眉，你叫我什么？哦，我叫错了吗？江瑶瑶眨眨桃花眼，那叫你薄先生。薄景兰眯长霞眸，薄总降了吧？江瑶瑶又改了个称呼。薄景兰看着他，好心提醒，你以前都怎么叫我的？以前？江瑶瑶瞬间思绪泛滥，那时候他帮我补课我一见钟情，哼，没想到答应帮我补课也只是因为舅舅而已，他对我根本没有多余的感情。江瑶瑶回过神，呵呵一声，我知道了，薄老师，这下总没错了吧？薄景兰。他沉默片刻，你是在怪我刚才没帮你撑腰？薄景兰唇角牵起，但笑着解释，那晚你说要搞我，还说要做大哥的女人，这样我就会给你撑腰。你闭嘴！
那晚他喝醉了，黑历史再次被提，江瑶瑶气都冷。他想解释，谁知手机响了。薄景兰接听电话，喂，好。简短几个字后，他便将手机递了过来。你舅舅找你。他拿过手机，先发制人，舅舅你找的律师呢？这都多久了，还不过来？效率太低了吧？程润之说。景兰说事情都处理完了。江瑶瑶恍然大悟，他是你叫过来的？不然呢？程润之反问。有景兰在，谁敢欺负你？你男朋友不比律师好用。江瑶瑶，神特喵的男朋友，刚才不还是全靠他自己？记得去医院打狂犬疫苗。程润之叮嘱。我先去开会，晚上你跟景兰一起回家吃饭。啊？江瑶瑶忙拒绝，我晚上还有事呢。景兰已经答应了。程润之语出惊人，而且爸也知道你跟他谈恋爱的事了。舅舅，江瑶瑶握拳，你嘴巴也太大了吧！挂断电话后，江瑶瑶气呼呼地瞪着某人，你干嘛答应舅舅去吃饭？薄景兰勾着薄唇，免费的晚餐，我为什么拒绝？江瑶瑶继续瞪，堂堂包大总裁缺这一顿免费晚餐吗？薄景兰淡淡的笑着，我的确也很久没见老爷子了，顺便拜访一下也未尝不可。江瑶瑶呸，我信你的邪。不过外公都知道他回来了，不去探望一下太不像话。况且晚上吃饭的时候不准乱说。江瑶瑶小脸严肃，尤其是结婚的事情，如果外公问，就说我大学还没毕业，暂时不考虑结婚。薄景兰挑眉，然后呢？然后等过段时间，我就说我们因为性格不合而选择和平分手。江瑶瑶满意的拍手，这样外公和舅舅就不会怀疑了。听完这些话，薄景兰微微眯紧长眸，所以你意思是你不想跟我结婚，只想让我假扮你男朋友？当然。江瑶瑶傲娇的抬着小下巴，我们只是酒后乱性，怎么可能真的结婚？一切都是为了应付长辈，也就是维系我的形象，懂？哦。薄景兰瞳眸微缩，语气却依然温淡低沉。那我有什么好处？你还敢要好处？江瑶瑶目瞪口呆，昨晚吃亏的明明是我可是第一次。失身这种事情不分男女，况且薄景兰浅笑，谁告诉你我不是第一次？江瑶瑶，卧槽，今天大新闻，年近30，贵为帝都4公子之首的薄景兰，居然在昨晚之前还是一处。走吧，去买见面礼，顺便给你买手机。他真的是处。李静等到花儿都谢了，终于房门打开，他立刻上前，薄总，薄太太。江瑶瑶本来就受惊不小，此刻更是眼皮子一跳，你叫我什么？薄太太。李静笑得很谄媚，行李都给我吧，这种粗活怎么能让太太做呢？江瑶瑶，他立刻瞪向某人，你能不能别对下属胡说八道？薄景兰否认，我没说，我下属向来擅长察言观色，再说他误会了不是更省事？江瑶瑶想了想，好像也是，起码等会儿去程家的时候不会穿帮了。但看着男人噙着薄笑的俊脸，仿佛一切都尽在他的掌握之中，这种感觉让江瑶瑶非常不爽。哼哼2声，她傲娇地踩着高跟鞋离开。上车后，薄景兰先让李静开去附近的商场，给江瑶瑶买了一部最新款 iPhone 手机，然后又分别去了茶庄和酒窖，备了一大堆的见面礼。看着李静和服务生不停往后备箱里搬东西，江瑶瑶嗨嗨2声，这些都是送给我外公的。薄景兰没否认，烟是送给你舅舅的。江瑶瑶没想到他如此细致贴心，忙拿出手机，这样吧，一共多少钱？回头你算一下发我，我把钱都给你。毕竟只是演戏，虽然他不差这点钱，但他也不能占便宜不是？薄景兰看着他，小姑娘表情认真，漂亮的桃花眼里满是少女的纯真与坦荡。之前生气直接把他微信拉黑了，所以之后一直都没有他微信。他缓缓勾起嘴角，好，说着拿出手机，点开微信。江瑶瑶立刻扫码，说来也很可笑，虽然他暗恋薄景兰多年，这还是第一次加他的微信。薄景兰的微信头像是一只捷克狼犬，灰黑色的毛发，眼神阴厉，头像和本人的反差有些大。江瑶瑶嗨嗨2声，在备注栏里打字狗男人。备注完毕，他开始吐槽，你头像好丑。薄景兰说，你头像倒挺可爱。那当然。江瑶瑶臭美，毕竟是本仙女的自拍照。薄景兰没再说话，只是拿着手机在看。江瑶瑶过了好几秒，突然反应过来，她好像在看她的朋友圈。走吧，我的照片有那么可笑吗？明明就超美的啊。一阵冷风吹过，江瑶瑶忍不住抱住胳膊。帝都的秋天真冷啊！一件宽大的男士西服突然从后面包裹住她。晚上风大，小心着凉。薄景兰身子靠近，修长好看的手指拉着西服，将她整个人都完全包裹住了。她低下头，俊美的五官逼近，灼热的气息似有若无地拂过她的脸颊。两人靠得很近，江瑶瑶心跳也突然加速。没办法，薄景兰就是长在她审美点上的男人，何况还靠得这么近，说话这么温柔。美色当前，她怔怔地睁着桃花眼，只觉得身子被温暖的同时，一颗心也被烫得软乎乎的。下一秒，老爷子在看。江瑶瑶瞬间冷静，转过脸一看，纯黑色的铁艺大门后面，小老头穿着居家服，拄着拐杖，正弯着月要在偷看。两人四目相对，程老爷子哈哈大笑起来。本来我还不信你这丫头能拿下景兰，现在我信了。江瑶瑶，行吧，她自作多情了。进入院子，薄景兰温声招呼老爷子。程老爷子的脸本来都笑成一朵花了，突然瞬间变脸。你叫我什么？
薄锦兰微微挑眉，江瑶瑶也奇怪，给改口了。程老爷子挤眉弄眼，薄锦兰看了一眼江瑶瑶，笑着改口，外公。江瑶瑶啊，怎么感觉今晚不会太平了？程老爷子却再次哈哈大笑起来，这样才对吗？快跟我进屋。客厅，程润之已经回来了，正坐在实木茶台后有条不紊的泡茶沏茶。我去安排晚饭，锦兰晚上尝尝我们程家的手艺。你这称呼改的还挺快啊，以前每次不都是喊我爸首长或老爷子吗？今天就叫他外公了。薄锦兰神色淡淡，你要是羡慕，我也可以喊你舅舅。程润之以前怎么没发现这小子脸皮这么厚，就比他小1岁，还舅舅，怎么好意思喊得出口？晚餐异常丰盛，来到餐厅，江瑶瑶看了看，很自觉地坐到薄锦兰的身边。程老爷子看着这对金童玉女，高兴的让儿子开酒庆祝。江瑶瑶现在一看酒就犯怵，提醒他犯过的错。外公，我明天要早起赶飞机，就不陪你喝了。程老爷子皱眉，好不容易回来，怎么这么快就走？多待几天，我得回去上课。江瑶瑶解释，马上就国庆了，差几天课有什么关系？再说，程老爷子笑，你们小情侣好不容易见一次面，还不趁机好好相处？锦兰，你说对不对？你知道该配合对吧？快拒绝！薄锦兰正在给老人家针灸，听到这话，她牵起唇角，对。江瑶瑶抬脚就踹了过去。薄锦兰，她没说话，俊美温沉的脸上依然维持着微笑，只是淡淡看了他一眼。那眼神，江瑶瑶忙捏着小嗓子撒娇，外公，我这次是偷偷回来的，小姨都不知道，而且学校没请假，让锦兰帮你请。程老爷子一锤定音，正好借着假期，安排两家人见个面，把你们婚事给定了。我不结婚。江瑶瑶忙表态。程老爷子刚燃起的激情瞬间被浇灭，他眉头紧皱，为什么不结婚？锦兰也岁数不小了。外公，反正我现在不想结婚，你们别再逼我了。程老爷子看着他，眼神一阵复杂，最终他点头，好。江瑶瑶松了口气，外公来吃排骨。程老爷子示意，你给锦兰也加点。江瑶瑶只好给某人也加一块排骨，你多吃点。薄锦兰如法炮制，也拿起筷子，你也多吃点。两人互相夹菜，看得老爷子一脸姨母笑。吃完饭，众人移步客厅。薄锦兰先是陪老爷子看军事新闻，然后下象棋、喝茶。看了看时间，江瑶瑶开始咳嗽。某人俊脸上挂着微笑，手中端着茶杯，只顾着和老爷子讨论我军与敌方的陆地作战部署。江瑶瑶心想，某人快注意时间。江瑶瑶急啊，拿出手机开始发微信。9点了，你怎么还不回家？快点回家。薄锦兰，你别装死，快给我看手机。直到外面传来一阵轰隆隆的打雷声，是不是下雨了？程老爷子问。程润之看着手机，气象台刚发布黄色预警，今天夜里有大到暴雨，西北风4到5级。这么大的雨开车不安全啊。程老爷子语出惊人。那锦兰别走了，在家里留宿吧。江瑶瑶睁大眼睛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有什么问题？老人家思想很开明，锦兰是你男朋友，再说你楼上房间都收拾好了。江瑶瑶试图挣扎，可她没换洗衣服。润之借她就行。程老爷子看着儿子，虽然你比锦兰矮，身材也没她好。程润之，完了，外公这完全就是已经定下来了。不用了。薄锦兰嗓音温沉的接话。江瑶瑶眼睛一亮，薄锦兰朝他看了一眼，薄唇微微勾起，我车里有备用的衣服，洗护用品也有。江瑶瑶，那就好。程老爷子笑着起身，锦兰，你跟我来一趟书房。书房内，程老爷子看着眼前修雅斯文的年轻男人，锦兰，瑶瑶她说暂时不想结婚，你能接受吗？薄锦兰沉默片刻，淡笑着回答，我尊重瑶瑶的意见，况且她确实还小，你能这样想就好。程老爷子悠悠叹气，他拉开抽屉，拿出一份文件夹。薄锦兰伸手拿过，里面是一份详细的病理报告。其实他不想结婚，应该是因为他父母的关系。当年他爸爸在外面偷养女人，他妈妈受不了刺激，住进疗养院，最后还选择跳楼自杀，给他留下很深的阴影。老人家苍老的声音响起，你是他男朋友，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必要让你知道。在玉如住疗养院后，瑶瑶曾患过人格分裂症，医生说她不能受刺激。我知道了。窗外一阵白光乍起，紧跟着震耳欲聋的雷声连绵不绝的响起。2楼卧室，江瑶瑶正在给小姨打电话，外公让我多住几天，得国庆后才能回海城。程韵之声音温柔，回帝都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我买了好多东西，正好可以让你带回去。小姨，我错了。敲门声响起，江瑶瑶忙说道，外公催我睡觉了，小姨再见。挂断电话，他跑过去开门。走廊上，程老爷子笑呵呵的挥手，时候不早了，锦兰，你跟瑶瑶早点休息。薄锦兰微笑，外公你也早点休息。等老人家离开，江瑶瑶将房门一关，傲娇的指着沙发，你睡沙发。薄锦兰放下手里的袋子，看了眼沙发，太小了，我睡不下。江瑶瑶，那你睡地上。薄锦兰，太硬，睡着不舒服。江瑶瑶不可置信的看着他，难道你要让本仙女睡地上？薄锦兰牵起薄唇，你可以跟我一起睡床。不用了，老是让你花钱也不好，你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我们一起睡，我保证不碰你。薄锦兰目不转睛的看着他，
好听的低音炮加上微微上扬的尾音，像是陈酿的醇酒，蛊惑又性感，简直遇到了极点。江瑶瑶根本扛不住，她脸红耳热的喊道：“我睡沙发，你睡床。”说完撒腿往浴室冲，我先洗澡。薄锦兰淡笑着收回视线，还是和3年前一样，一逗她就会脸红。浴室里，江瑶瑶洗完澡后，突然发现自己没带睡衣。刚才她把脱下来的衣服随手一丢，现在沾了水，根本穿不了。抓了抓头发，江瑶瑶无语凝噎。为什么每次在薄锦兰面前都会状况百出？犹豫半天后，她将浴巾裹在月胸前，走过去打开房门，再探出一颗小脑袋。薄锦兰，没声音。她加大音量：“薄锦兰，你能帮我拿一下睡衣吗？”衣柜最外面那扇门还是没有回应。她小心翼翼地走出浴室，才发现卧室空无一人。卧槽狗男人呢？难道舅舅找她聊天了？江瑶瑶放心了，抬脚就朝着衣柜走去。谁知阳台的玻璃门突然被拉开，男人清俊挺拔的身影从外面走了进来。江瑶瑶一愣，条件反射地看了过去。此刻她漆黑的双眸落在他脸上，然后往下，一头浓密卷发被扎成丸子状，粉色浴巾包裹着她白嫩光滑的身子，脖颈细长，直角肩线条优美，锁骨精致而漂亮，最后是2条堪比超模的美腿，白皙匀称，灯光下泛着莹润的光泽。直到江瑶瑶气急败坏的跺脚：“你还看！”薄锦兰别开头，看向一旁的书柜，弧度性感的喉结缓缓滚动了几下，男人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沙哑：“抱歉，我不知道你没穿。”江瑶瑶赶紧冲过去，拉开衣柜，抓起衣服再冲回浴室。10分钟后，江瑶瑶穿好睡衣，也收拾好心情，重新出来。刚才你就当什么都没看见，一会儿乖乖睡觉，中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她目不斜视的走到衣柜前，本想高冷的拿一条薄被就睡觉，卧槽，这谁放的啊？这么高！她身高1.7米，在女孩子里算海拔很高了，但最上面装被褥的那层柜子实在太高，根本够不着。江瑶瑶踮起脚，拼命的伸长手指：“够啊，够啊，要拿被子吗？”男人温沉磁性的声音响起。薄锦兰不知何时来到他的身后，说完就抬起胳膊，两人靠得很近，纯男性的清冽气息夹杂着一丝淡淡的烟草味，让江瑶瑶的脑子刹那空白，根本不敢再动弹。直到男人低下头看她，小姑娘扎着高高的丸子头，他又是居高临下，怎么靠这么近？薄锦兰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双眸微暗，喉咙突然又热又痒，尤其闻着他身上的香气。几秒钟后，薄锦兰将视线从他的锁骨移开，发什么呆？江瑶瑶终于也回过神，啊，哦，最上面的被子，你随便拿一条薄的就行。突然靠过来干什么？吓我一跳！靠，不会装。江瑶瑶再度求助某人，你会装被套吗？薄锦兰姿态随意的扮演着衣柜，修长手指摩挲着下颚，研究下应该问题不大。程润之打电话上楼准备回屋睡觉，经过走廊，突然一声尖叫响起，他眉头一紧，停下脚步，然后江瑶瑶的声音透过门板传了出来：“哎呀，你慢一点啊，你到底会不会？你轻一点行不行？算了，你出去，出去，让我来。”程润之，他外甥女私底下这么彪悍的吗？殊不知卧室里，江瑶瑶让薄锦兰拉着被罩的拉链，她自己则连人带被子的一起钻进被罩里面，费尽9牛2虎之力，总算把被罩给装好了，拍拍小手，她成就感十足，还是得靠我吧。薄锦兰挑挑眉梢，妖孽怎么这么帅？禁止想象。薄锦兰挑挑眉梢，攻略是我找的。江瑶瑶气得鼓起腮帮子，行吧，算你一半功劳。薄锦兰望着他，也跟着低笑开来，合作愉快。江瑶瑶眨眨眼睛，不知怎的，突然有点羞赧。时间不早了，你快去洗澡吧。好。等男人进入浴室，江瑶瑶猛地掐了一下自己的脸蛋。卧槽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不就是一起装个被套，再铺个沙发吗？居然会有种老夫老妻的错觉。薄锦兰洗完澡出来，卧室里一片安静。江瑶瑶躺在沙发上，像是已经睡着了。薄锦兰看着她紧闭的眼睛，玩味的挑了挑眉梢，抬脚走了过去。江瑶瑶正装睡，突然感觉有一只手伸过来，顺着她的脖子往里面摸。江瑶瑶吓出尖叫，别叫！薄锦兰声音低沉。江瑶瑶双手抓着她结实的胳膊，双脚则疯狂踹着被子，一双桃花眼也使劲的瞪她。不许碰我，要给你。江瑶瑶，她还有些没回过神。早晨买的药，你没擦。薄锦兰说完，微眯长眼，还是你要我帮你擦？所以他是在帮我擦药？不用。江瑶瑶忙起身，一把抢过药瓶，我自己擦。薄锦兰点头，那你去床上擦吧。江瑶瑶再次。薄锦兰已经直起身子，表情和语气都很正经，一派斯文清俊的儒雅姿态。我毕竟是客人，不能让主人睡沙发。江瑶瑶好奇，你刚才不是说沙发太小你睡不下吗？薄锦兰微笑，趁我还没改变主意。话音未落，江瑶瑶蹭的从沙发跳了起来，瞬间消失，几步跑到床边跳上去，再揭开被子躺下，前后只用了1秒钟。薄锦兰，小机灵鬼！窗外的风雨声渐渐大了起来，时不时的还伴随着电闪雷鸣，将卧室内刹那照成白昼。江瑶瑶擦完药就准备入眠，可不知是太久没在这间卧室睡觉，还是因为屋内还有一个男人的关系，总之她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。半小时后，她忍不住拉开被子，
薄锦兰，你睡着了吗？房间里一阵安静。就在江瑶瑶以为她睡着的时候，男人低沉磁性的声音响起，被你吵得睡不着。江瑶瑶翻了翻白眼，我认床吗？失眠了，怪我咯。她干脆下床，跑到书柜边拿了一本书，再跑到沙发旁，你能不能给我念这个？薄锦兰。她足足沉默了快10秒钟，似乎是真的很无语。江瑶瑶也从开始的期待变得失望，甚至是尴尬。她哼哼2声，不念就算了。小气鬼！转身要走，手腕却被拉住。男人握着她细白的手腕，身躯也从窄小的沙发坐了起来，接过她手里的书看了一眼，他似笑非笑，念这个你就能睡着。江瑶瑶拿的是一本高考英语高分范文，他点头，你就念这个，我肯定能睡着。当年程润之请来薄锦兰当他的家教老师，主要恶补的就是英语，结果每次上课他都心不在焉，不是沉醉于他的美色，就是被他的声音酥得失去理智。薄锦兰的嗓音属于那种温沉磁性的男低音，不是其他帝都人那样很平的京腔，他说话时语调不急不徐，语速不紧不慢，尤其念英文的时候，就像以前译制片里的男配音，又酥又撩，有点怀念。薄锦兰再次沉默了好一会，终于说话，你去床上躺着。江瑶瑶立刻回到床上躺好。你干嘛？他不会是要睡在我旁边念吧？不是让我念吗？对不起，是我想歪了。薄锦兰翻开那本书，悠悠淡淡的纯正英文腔缓缓响起。江瑶瑶看着男人在暖晕光线下英俊温雅的侧脸，听着他磁性酥沉的声音，唇瓣慢慢翘起。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小姑娘闭着眼睛，呼吸平稳，已经睡着了。薄锦兰放下书，靠了过去说声晚安。这一觉，江瑶瑶睡得特别安稳。醒来时，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在实木地板上，安静温馨。江瑶瑶起身，顺手拿起手机，结果发现有10几条未读微信，全都是谢景然发来的。你跟云溪说什么了？没想到你这么恶毒，自己不高兴，非要让别人也不痛快。你就是心里阴暗啊！好久没联系，都忘记拉黑了。感谢提醒。谁知手机很快又响了，这次是谢景然打来的电话。我在你家小区门口，有话跟你说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江瑶瑶打断，互删吧，谢谢。你不出来，我就去程家找你。谢景然威胁，不怕长辈知道，你就试试看。锦绣园小区门口，远远的就看到谢景然戴着墨镜倚靠在跑车旁，风吹得他头发乱飞，却惹得路人不停侧目。我之前觉得他像某人，眼睛是不是瞎了？当初要不是有次看见他穿着白衬衫和黑西裤，背影跟某有那么2、3分的相似，也不会头脑一热，他一追求就答应试试看，一失足成千古恨。再说两人到底哪里像了？江瑶瑶回过神，小脸秒变冷艳。谢景然几步来到他面前，美玉般的俊脸满是愤怒。我问你，昨天你对云溪说什么了？云溪突然跟我提分手，难道不是你搞的鬼？是。江瑶瑶嘲笑出声，当初跟他劈腿不找我，现在被他甩了倒来找我了。他傲娇的抬着下巴，我说最后一次，我江瑶瑶从来不吃回头草，更不会像薄云溪那样做破坏别人感情的小三。你们2人的事情与我无关，除了你还能是谁？谢景然根本不信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就算我移情别恋，你那天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为什么还要对我纠缠不放？你不会真以为我还喜欢你吧？能不能别自作多情？行吧，我现在告诉你，其实我从来没喜欢过你，当初追你也是被逼的。什么意思？江瑶瑶敏锐的抓住重点，谁逼你追我？谢景然表情一愣，随即恶狠狠斥道，反正我最讨厌你这种目中无人的大小姐。云溪比你温柔100倍，跟你比，她才是真正的名媛。江瑶瑶抬脚就走，跟这种傻逼多待1秒都浪费时间。站住！谢景然追上来抓她的胳膊，江瑶瑶二话不说使劲甩开，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，看来你是不会说真话了。江瑶瑶没想到他会先放手，一个没收住，身体因为惯性往前栽去，她睁大瞳孔想稳住自己，却有人动作更快，胳膊一伸就圈住了她的细腰，便将她整个人都搂在一个温暖有力的怀抱。江瑶瑶惊魂未定，抬眼便看到薄锦兰那张轮廓分明的俊美脸庞，当她凸起的喉结上下滑动，她甚至也跟着吞了一下口水。没事吧？薄锦兰低头问她，嗓音低沉而磁性。江瑶瑶紧张到心脏快速怦跳，干嘛这么帅啊？害我这个时候还犯花痴。她沉心静气，又理了理衬衫的衣领，微笑着上前寒暄，薄大哥，这要巧，你怎么在这？路过。薄锦兰说着，刚好看到谢公子和前女友在路边拉拉扯扯，就你会说话是吧？谢景然则瞬间慌的一笔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云溪知道吗？薄锦兰淡声打断。谢景然忙解释，薄大哥，你千万别误会。不用跟我解释。薄锦兰再度打断，她嗓音温沉，唇角边甚至还勾着3分浅糊，况且非亲非故，担不起谢公子这一声大哥。薄先生，真的都是误会，我对云溪是真心的。面对男人温润却压迫的气场，谢景然只觉得脑瓜嗡嗡的，好容易将事情说清楚，额头上已经冒出虚汗。既然如此，薄锦兰稍眯起眼，云溪和你分手的原因，我建议你回家去问。我明白了。明白就好，快去吧。谢谢薄先生提醒您，真是大好人。他迅速上车离开。江瑶瑶忙问道，薄云溪为什么要跟谢景然分手？薄锦兰挑眉，我怎么知道？江瑶瑶睁圆桃花眼，不是你让他回家问的吗？
我还以为等他问完，不就知道原因了。